再过几天，苹果就要为我们带来 iPhone 的 Air 系列，实现 iPhone、iPad、MacBook 的产品线统一。而在我手上这个就是 iPhone 17 Air 的真机膜，这厚度、这重量、这手感，据富士康产品线的朋友说，17 Air 就长这样，很薄、很轻，还有 eSIM。没错，经过我们的实际测量 ，iPhone 17 Air 的厚度只有 5.5 毫米。重量也仅有140到150克之间，不同于 iPad Air 的假轻薄和 MacBook Air 的相对 Pro 的轻薄，可以说17 Air 真正做到了绝对的 Air。又由于手机内部空间和手机整体尺寸的局限性 ，iPhone 17 Air 应该也是苹果整个产品类别中最接近自身产品线 Pro 的产品。正是这样的矛盾，也让 iPhone 17 Air 成了最难定义，也最能体现苹果研发能力的 Air。那趁着发布会前夕，让我们来看看凭什么苹果可以做这么一款绝对 Air 的产品，又为什么苹果需要做这么一款绝对 Air 的 iPhone。先来聊聊凭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确做轻薄旗舰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有人说是不能做高规格的影像和各种周边配置，这的确没错。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轻薄旗舰的主要矛盾。在我眼里，做一款绝对轻薄的旗舰手机，最主要的矛盾是电池、尺寸和重量之间的必然矛盾。要想轻薄，电池就一定大不了；要想大电池，也就一定做不了极致的轻薄。确实，为了做到 5.5 毫米、150克以内，听说苹果只给17 Air 搭载一块2800毫安时的复古小电池，甚至相比于刚刚正式发布不久的三星 S25 Edge 还要小1000毫安时。不过电池的大小并不能完全意味着续航的长短，手机本身的功耗也是不可割舍的因素。这也正是苹果敢于给 Air 搭载这么小的电池，将手机做到如此极致的原因。作为一个移动设备，手机最主要的耗电来源就是处理器、屏幕、信号系统这3块。目前为止，苹果好像已经有了1挑3的能力了。首先，苹果自研的 A 系列处理器有着极其优秀的能效表现，尤其是主要负责日常工作的小核心，相比于安卓阵营的能效领先是极大的。就比如我们平时的带电功耗，目前关于17 Air 芯片上的说法，一是由全新的 N3P 工艺打造的 A19 处理器，二是 A19 Pro 阉割核心的版本。不管怎样，全新的工艺和架构将会进一步降低功耗。解决了处理器的功耗问题，苹果又是怎么解决屏幕上的功耗呢？我认为答案是先进的屏幕基材和 LTPO。先进的屏幕基材会带来更高的发光效率，更直白的说就是用更少的电做到更高的亮度，而 LTPO 可以让 Air 实现更大范围、更多档位的刷新率调节，结合苹果优秀的刷新率调度策略，最终实现高刷和低功耗的共存。年初的 iPhone 16E 带来了苹果自研首款基带芯片 C1。相比于 iPhone 之前使用的高通基带 ，C1 更新的工艺和更优秀的设计，可以让基带功耗降低25%。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个数字。平时在 WiFi 条件下，你可能感觉不到信号对续航的影响。一旦你出门使用数据网络，特别是打开导航软件、打车软件，持续调用 GPS， 频繁更换信号基站，那其实你的手机掉电会非常夸张，发量也增大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频道往期做的一期信号与续航的视频。至此，苹果解决了手机最主要的3个耗电来源对于手机功耗的影响。聊完凭什么苹果能做 Air 这一款超轻薄的旗舰，我们再来聊聊为什么苹果要做这样一款如此极致的 Air， 并用它代替原有的 Plus。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现在 iPhone 的产品线。我想这个答案就会呼之欲出。现在苹果的产品线分为数字系列和 Pro 系列，以及相对独立的1系列，而数字和 Pro 系列又分为大屏和小屏。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完美，但这样的完美前提是 Pro 和标准版有足够大的产品力和价格差距。现在这种产品力差距最集中体现就是高刷和影像，是它们共同支撑起了 Pro 系列的溢价。销量的变化也可以证明这一个观点。以第一代高刷的 iPhone 13系列为界，我们可以看到13系列之前的 iPhone 销量来源主要是标准版，甚至 iPhone 11这一代标准版卖的比 Pro 2款还多。而到了13以及之后的 iPhone Pro 系列的销量不断猛增，14这一代 Pro 系列单款的销量已经可以持平标准版，到了15、16这2代 Pro 系列单款销量完全超越了标准版。虽然影像的差距也在变大，但貌似相比之下，高刷的0合1才是决定 iPhone 近几年销量变化的最大原因。但根据有关的消息是，17这一代全线上了高刷之后，这样的产品力差距就会被打破。单独的影像差距似乎并不能完全支撑起 Pro 系列巨大的溢价，而 Plus 在拥有高刷以后，也将从可有可无的机型变成一个极其诱人的高刷、轻薄、长续航大屏旗舰。
件。这样的定位对于 Pro 系列的冲击也是不可估量的。作为一个半股价导向的商业公司，苹果不会允许自己的利润下降。保证利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多卖贵的 Pro 啊！那要多卖 Pro， 大屏高刷、长续航的 Plus 就绝不能存在。所以 Plus 的定位也就必须被修改。那如何修改呢？最简单的是从大屏、高刷、长续航中3选2，再为这一款新的产品加一个元素，不就好了吗？长续航加大屏，那不是原来的 Plus 吗？肯定不行。高刷加长续航，那不就是跟 Pro Max 冲突了吗？那选择就很简单了，只能是高刷加上大屏。所以我们能看到17 Air 最终和长续航2选1的，依旧是一块6.6英寸的大屏。甚至在最初定版时，苹果试图给它加上一块6.9英寸的屏幕，但受限于结构强度问题，苹果不得不放弃。最后，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苹果选择了轻薄而不是其他。纵观几年的手机市场，由于影像系统不断加码，所有的直板手机都在不断加厚加重 ，iPhone 也不例外。短短5年过去 ，iPhone 的厚度从12 Pro Max 的7.4毫米飙升到16 Pro Max 的8.25毫米，到17 Pro Max 这一代厚度更可能高达8.7毫米，与安卓主流旗舰水准相当。正是这一加一减，让轻薄这个概念在现在手机市场中变得愈发重要。轻薄手机和常规手机之间的差距也会愈发明显。在市场因素之外，轻薄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直观、非常受消费者喜欢的一个卖点。往往想到轻薄，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精致。配合苹果优秀的 CMF，iPhone 17 Air 大概率会成为近几年最精致的一款手机。除了这些客观的物质层面因素，我想还有一些更理想化的因素在影响着苹果，让他们选择更轻薄。For more than a decade, our intention has been to create an iPhone that is all display. iPhone 的终极形态应该是一块完整的玻璃，这是 Jony Ive 对于 iPhone 的终极期许。虽然他已经离职数年，但在 iOS 26上，我们可以看到苹果仍然没有放弃这一个想法。Liquid Glass 的设计理念加上超薄机身，让苹果把 iPhone 做成一块握在手上的玻璃这件事更进一大步。正是这种种因素，为这款用来代替 Plus 的新 iPhone 创造了一个天然的生态位——轻薄中屏 iPhone。17 Air 的出现，极致的轻薄、极致的外观，都会让我们再次看到苹果的强大技术实力。iPhone 17系列也可能是自 iPhone X 以来苹果最大一次产品革新。希望苹果不要再次沉迷高利润的温柔乡，让那个产品主义的苹果再一次回到我们视野，为我们带来更多易用、乐用的产品。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或者你认同我的观点的话，可以给我一个点赞、投币、收藏、转发，这对于我来说会非常重要。那这里是看金少年，我们下期见。